嗨，大家好。2020年5月15日，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台积电宣布了将斥资12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的计划。此次将兴建和运营一座生产当前最先进制程5纳米半导体芯片的晶圆厂。这个5纳米新厂规划月产能2万片，明年2021年动工，2024年左右量产。此次投资预计将带来超过1600个高科技专业工作机会，并间接制造上千个半导体行业的工作机会。紧接着，当天晚上，美国商务部就发布公告，要求采用美国技术和设备生产的芯片都必须先经过美国商务部同意才可出售给华为。此公告简单来说，就是继之前美国技术占比由 25% 调整为 10% 之后，一口气又降到了0。不过，令人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这个决定的前2天，5月13日，台积电方面还表示已经拒绝了美国政府，称不会在美国建立新的芯片工厂。从13日到15日发生了如此之大的逆转，短短2天的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台积电最终决定在美国建厂呢？首先，我们来谈一下台积电究竟想的是什么。台积电能够发展到今天，一方面由于起初10万青年10万干的台积人的拼搏精神，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就是张忠谋为台积电制定的经营策略，不碰政治。这个政治体现在台湾内部、海峡两岸以及之后的太平洋两岸。不碰政治，既不会随便选边站，时刻秉持中立的立场。但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开打和去年美国对华为的出手，此种中立立场已然开始不稳。美国对于台积电的施压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一个是阻止台积电为华为供货，另一个就是让台积电把最先进制程的工厂建到美国去。第一个断供华为，我之前视频给大家介绍过，美国去年和今年分别采取禁售美国技术占比 25% 和 10% 的方法，阻止为华为代工芯片，但都被台积电和华为一一化解。详情请参考这期视频。第二个赴美设厂，台积电一直都百般抗拒，为什么呢？台积电赴海外设厂一直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评估准则，既要符合规模经济、成本划算，以及人员组织和供应链完备等。恰巧这些条件美国都不具备。早已不是世界工厂的美国，其优势在于设计和研发，所以如果指望养尊处优的美国大叔大妈们可以有着10万青年10万干的工作效率，甚至可以在24小时轮班工作，无异于痴人说梦。我曾经在华为工作时期体验过24小时轮班工作的状态。简单来说，人可以轮换，但机器绝不能停。白班还好，但如果是凌晨的班次，确实对身心的压力都非常巨大。那么如果在美国，为了保证产能和良率，美国的员工是否也能同样拿出这样的工作效率呢？在这里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所以这样在无法保证同等工作效率的情况下，美国的人工成本又远远超出台湾和大陆，综合考量下来，就一定会影响到最终的毛利率。这就是为什么多数半导体分析师都给出同样一个结论，在半导体晶圆建厂方面，大陆建厂成本最低，台湾次之，美国则最高。所以连美国本土企业如英特尔都要去海外设厂来降低成本，而格罗方德也在无法承受成本的压力下，不得不将在纽约 East Fishkill 的晶圆厂给卖掉。另一方面，美国也没有完整的产业链，即使半导体的代工生产移去美国，但更下游的封装和测试，美国在最先进制程方面也没有经验。而目前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是可以从芯片设计到代工到封测到组装一条龙服务的。难道要让台积电在美国晶圆厂生产的5纳米芯片再运回中国来进行封测和组装吗？这样岂不是成本又要增加了？所以台积电赴美设厂一旦启动，下游产业链势必也要跟上，那么下一个岌岌可危的很可能就是台湾的日月光了。这么看来，美国要的恐怕不仅仅是台积电，而是整个最先进的半导体产业链。因此，综上所述，这就是为什么台积电打死也不愿意去美国建厂的原因了。当然，美国老大哥又岂能轻易放过台积电呢？那么美国人的想法又是什么呢？我在之前那期视频中特意介绍了一下上世纪80年代的地缘政治环境。当时美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者是日本，而首当其冲的正是东芝。当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东芝公司违反8桶输出事件，即将5轴联动的数控机床卖给苏联。正是由于此次事件，美国海军第一次丧失了对苏联海军舰艇的水声探测优势。时至今日，美国海军仍然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发现新型的俄罗斯潜艇。经此一役，美国老大哥也认识到，即便日本作为自己忠实的小弟，如果顶尖企业不能完全可控，
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美国借此开始打击东芝，并允许他的几个附庸及亚洲四小龙加入到半导体的竞争中。台积电和三星就在其中。美国放任了这些企业在若干高端行业中的发展，是因为他们当时并不构成任何威胁，反而可以削弱日本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所以，这些公司能够得以发展，完全是美国人的默许。但当这些企业已经崛起为行业中的龙头，甚至在现在中美大博弈的背景之下，成为威胁到美国科技领先地位的关键一环时，那么割韭菜的时间也就到了。美国人要的根本就不是那区区1000多个工作机会，他的目的是台积电，即将台积电变为美积电，而在美国建立最先进制程的晶圆厂便是起手式。而且一旦未来台海生变，这个可生产5纳米的晶圆厂也不会使美国在半导体方面输得一败涂地。所以美国从去年就开始持续向台积电施压，一方面要台积电断供华为，另一方面要台积电把最先进制程的晶圆厂建到美国。断供华为很简单，打倒中国最具竞争实力的科技公司，进而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实乃司马昭之心。这与当时打东芝遏日本如出一辙。而在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手机市场 SOC 排名报告中显示，华为海思凭借麒麟芯片在华为手机大量出货上的表现，以 43.9% 的市占率取代高通芯片，成为市占份额最大的手机 SOC， 并且仍然在高速成长中。而华为海思又占到台积电整个营收的 15%至20%， 仅次于苹果。所以拥有巨大市场前景的麒麟芯片对于台积电来说难以割舍。而另一方面，刚才也介绍了，台积电对赴美建厂这笔只赔不赚的投资又百般抗拒。具体可以类比一下郭台铭2018年赴美建厂，2年过去了，大部分的厂房都没有建好。当然，其中遇到了美国承诺的补贴没有到位、征地、拆迁、环境、成本等等一系列问题。等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详细来谈一下富士康这家公司。但可以肯定的是，郭董在美国威斯康辛建厂遇到的问题，在中国是不会遇到的。对比富士康在美国投资2年的毫无进展，特斯拉在上海临港的超级工厂从奠基到预备生产，却仅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所以台积电的股东们可一点都不傻，对于断供华为和赴美建厂一直都态度暧昧。这下可就惹恼了美国大老爷们。美国去年不惜直接派人到台积电审厂，调查台积电的美国技术含量是否真的不到 20%。2019年11月2日，退休许久的张忠谋罕见复出，出席台积电运动大会时表示，在这个纷乱的世界，台积电成为地缘策略者的必争之地。可见当时台积电的压力是何其之大。台积电的这种百般抗拒一直持续到今年的5月13日。刚才也说了，就在当天，台积电仍然宣称不会在美国建立新的芯片工厂，但2天之后，在多方角力之下，台积电最终还是屈服了。那么问题来了，美国想要台积电显而易见，而台湾当局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知道，台积电在建立之初，台湾国发基金占股 48.3%， 为第一大股东。之后，荷兰飞利浦加入，占股 27.5%， 台塑等7家私人企业占到 24.2%。而后台积电上市，国发基金和飞利浦逐步退出。到2003年以后，国发基金的持股降到 6.38%， 时至今日仍为第2大股东。国发基金既是官股，作为第2大股东，当然具有在台积电内的股东席次，而它当然代表的也是台湾的官方意志了。台湾自民进党上台以来，过度亲美自然不言可喻。那么台湾官方在此次赴美设厂决策上，到底是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呢？我们不是股东，无法参加股东大会，自然无法得知。但据我推测，即便台湾官方想要顺从美国的指令，使台积电赴美建厂，也只能施加些压力罢了，干预决策还办不到。否则台积电早就去了。台积电内部有着非常严格的股权投票决策机制，单1-2个股东想要左右最终的决策几无可能。那么到底是什么最后改变了台积电的决定呢？我之前视频给大家介绍过，台积电是在美国股市存托凭证2级 ADR， 所以必须接受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而美国所有的出口管制相关法律，它也都必须遵守。而就在台积电15日早上做出赴美建厂决定之后，当天晚上，也就是美国的上午，美国商务部就发布公告，要求所有采用美国技术生产的芯片都必须先经过美国商务部许可才能出售给华为。简单来说，哪怕含有一丁点的美国技术，
都要得到美国政府的允许。既然美国可以限制出口给华为，它就可以限制你出口给任何一家公司，这就掐住了台积电的咽喉。既然得不到，那你就去死吧。这就是美国的杀手锏。显然，台积电也已经提前知道了消息，所以在抗拒了1年多的时间后，终于做出了赴美设厂的决定。台积电的妥协和这120亿美元的投资，显然就是为了换取美国出口许可的承诺。但这位商人的承诺真的可靠吗？也许有些人会问，台积电在美国处处受制于人，为什么不选择在美国退市呢？大家不难想象，外资占股比例高达80%的台积电，想要在美国私有化并退市，谈何容易啊！好，说完了台积电和美国，我们最后回到华为。美国商务部的这一决定，到底会对华为和中国的芯片行业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台积电不仅是华为海思旗舰芯片代工的唯一选择，也是世界的唯一选择。其他芯片厂商尚不具备5纳米芯片的生产能力，三星的5纳米还只停留在口头上。而2020年，也就是今年，台积电将只为2家公司量产5纳米芯片，一个是苹果的 A14， 另一个就是华为海思的麒麟1000。这2家率先采用当今世界最先进制程芯片的公司，将在接下来的5G 手机市场上展开正面 PK。而就在美国商务部搬出新规之后，华为利用窗口期紧急对台积电追加7亿美元的订单来增加库存。而一旦美国使出最后的杀手锏，不给台积电供货华为的许可，那么在未来应用最先进制程芯片的手机市场上，华为将会缺席。而中国的中芯国际尚不具备制造5纳米芯片的能力，虽然中芯已经承接了华为麒麟710A 的订单，但制程工艺在14和12纳米，与5纳米差了至少2代。而中芯又是中国芯片制造行业备胎的唯一选择，所以在美国发布新禁令的同一天，中芯国际突然官宣重磅消息，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及上海集成电路基金分别向中芯注资15亿和7.5亿美元。其实，中国对于芯片行业未来所面临的挑战早有布局。我在去年的视频中曾经提到过，2019年5月24日，中芯国际就宣布决定主动从纽交所退市，并于今年登陆了中国的科创板。中芯国际跟几年前的360一样，一个芯片制造，一个网络安全，都涉及到国家的核心利益，所以从美国退市重返 A 股也成为必然。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最新禁令可以掐住台积电的咽喉，但中芯国际尚未受到影响。但是，虽然中芯国际有了国家和资金上的全力支持，但想要涉足芯片制造最先进制程的难度依然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评价一个芯片制造工艺的成败与否，研发、流片甚至量产的成功都不是最关键的指标，最重要的是良率。芯片能被制造出来，有多达5000道的工序，每道工序的良率即便做到 99.99%，5000次方后，最后的良率也只有 60%。而通常来讲，良率低于 90%， 即便能够量产，也是越生产越赔钱。所以为了能够使最终良率超过 95%， 就要尽量使每一道工序都做到100%。这依靠的是人、技术、机器、材料、环境，甚至管理、文化等等长时间的磨合和不停的经验累积才能产生出的结果。生产出先进制程的芯片容易，良率达标则难上加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新闻当中看到很多公司都高调宣称在某某制程的研发上取得成功，即将量产，但之后就杳无音信的原因了。所以中芯在取得了资金、技术、机器和人才之后，需要尽快磨合出属于自己的提升良率的最佳方法，才能在更先进制程的道路上迎头赶上。而同样的情形也势必将发生在台积电身上。美国的5纳米新厂想要顺利量产，工厂、机器、技术、材料等等都有了，但良率依旧是无法保证。靠着美国员工既要保证产能，又要保证良率，之前说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势必要把台湾最优秀、最有经验的人才也移去美国，才能确保5纳米新厂的持续量产。所以并不是像很多人理解的那样，等到2024年5纳米量产，台积电最先进制程已经是3纳米那么简单。花些钱把工厂建到美国并不可怕，但人才的流失对台湾来说才是最致命的。最后再回到华为，华为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即在核心 SoC 与先进制程差1至2代的前提下，通过消费者更为在意的其他方面与对手拉开差距，如照相、应用等等。
而事实上，若不是此次美国透过台积电对华为的穷追猛打，普通消费者根本不会在意自己所使用的手机当中的核心处理器到底是由谁来代工的，采用的又是几纳米的工艺。他们更关心的是这款手机外观是否好看，照相是否清晰，存储空间是否足够，性价比是否合适罢了。而中芯国际要做的就是要迅速将接近台积电7纳米的 N+1 工艺完善，提升良率，以达到年底可以量产麒麟芯片的目标，使华为手机芯片与对手的差距不至于超过2代。这样的话还尚可一战。而中国政府方面又能做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中美大博弈的背景之下，华为已经不能被单纯的视作一家民营公司那么简单了，它实质的地位已经上升到大国博弈间的重要棋子，具备了战略价值。所以除了5月15日当天中方做出的几项反制措施，如设置美国公司的不可告实体清单和暂停采购波音公司飞机等等之外，还可以出台更多更激烈的反制措施来击痛美国，甚至将芯片的断供纳入到中美贸易谈判中来，与采购美国的农产品挂钩。简而言之，华为一役将关乎中美两国的国运，此消则彼长，所以无论如何，此役绝不能败。好，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美国针对华为所最新出台的禁令政策，以及台积电赴美建厂的前因后果。那么对于华为和中国来说，能否最终化解此次的危机，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